它号称建国以来最奢靡的会所，怒砸2亿打造全国第一皇宫。然而，在这富丽堂皇的外表下，却暗藏着上千名公关小姐的不耻勾当。让人震惊的是，最后抓到的女公关竟然坐满了15辆大巴车。该会所开业当天就达到了5000万营业额，前来办理会员的更是数不胜数。每到晚上9点以后，整个会所都散发着一股纸醉金迷的气息，所有房间被一抢而空。本期影片猫也要为大家讲述的内容，便是郑州娱乐航母皇家1号的覆灭记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猫眼观察室，在这里，猫也收集了天下最新的奇闻趣事，带您进入闻所未闻的奇异世界。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精彩内容不容错过。2012年8月16日，河南郑州郑东新区皇家1号高级会所正式开始营业。这家会所装饰之繁华，消费之奢靡，令人瞠目结舌，见之难忘。不难想象，这个小金库上演过多少勾心斗角的名利场，来来往往着多少富贵云烟。皇家1号由联普集团耗资将近2亿元打造，营业面积15000多平方米，有豪华包间156间，音响设备全是由英国原装进口。据曾在这里工作过的人介绍，皇家1号的装修花费了1整年时间，地面是用人造玉石，门窗皆雕龙画凤，其总体装修风格为巴洛克式，雕刻富丽堂皇，色彩对比强烈，足以冲击每一个初见皇家1号人的眼球。更是有人说，它的硬件在中国排到前3。开业当天，这家会所的生意就异常火爆，因为在这之前，皇家1号就做足了功课，推出了不少营销活动，如充100万送宝马车等等。装修还没完成，就上百个客人单次充卡达到50万，太多人对这个地方趋之若鹜，能进入皇家1号消费俨然成为了身份的象征。渐渐的，这里不再仅仅是娱乐消费的天堂，更是成为了高端人脉聚集地。来往的生意人在这儿请客，轻松拿下要价不菲合同、订单、工程。身怀巨款也未必能敲开皇家1号的大门，其房间席位可谓是一座难求，甚至到了需要拍卖、价高者得的地步。每晚9点，经理们就开始拍卖预留的房间，客人争相出价，一掷千金。正常情况下，皇家1号房间有不同的档次，从990元到9900元不等，其中还不包括酒水。总的来说，人均消费5000元以上很正常。一扇门隔开2种生活，门内是声色犬马的奢靡，门外却是为3餐苦恼的众生。有拾荒者坦言，每晚光从皇家1号拉出的易拉罐就有8大个麻袋。等候在门口接送客人的出租车司机说，每月要给门卫保安一些钱才能有这样的机会。所谓朱门酒肉臭，莫过于此了。随着时间的发展，皇家1号的营业范围越来越离谱，开始提供有偿服务。原本皇家1号的女公关们只负责单纯的陪唱业务，绝不会对客人做出越界的事情。就算有大老板没能管住自己，一旁的男服务员也会上前阻止，让客人放尊重一点。但时间长了，酒店经理就发现这里面可有不少的油水，如果真要是做起来了，必定能日进斗金。在贪念的驱使下，酒店经理开始做出了大胆尝试。如果有客人提出要把人带出去，经理不仅立马同意，而且还收取高额费用。前几次得手后，酒店高管越来越肆无忌惮，开始主动向客户推销这份业务。没过多久，酒店网站就发出了招聘广告，并大放厥词，只要姑娘们在会所里踏实干下去，1年就可以在郑东新区买套房子。如此诱人的条件，自然吸引了形形色色的女子前来应聘。根据会所内部的规定，面试官会为每一个女公关做出评价，根据五官相貌和学历以及个人的能力和才艺分为3、6、9等。然而通过了面试还不行，还要进行一系列专业的培训。培训的内容包括礼仪、形体、化妆以及沟通技巧。如果在这期间不遵守规矩，就会被直接淘汰。完成了培训后，这些女公关会被要求换上空姐装，推着拉杆箱正式上岗。乍一看还真以为来到了高档的候机区。这些女公关被分为了2波，一种是红牌姑娘，另一种则是绿牌姑娘。绿色的则代表自己可以被带出去，
如果是红色的，就表示不能外带。但对于会所的高管来说，他们希望所有的姑娘最好都拿绿牌，这样就会赚取高额的利润。如果有谁没拿绿牌，高管就想尽各种办法让姑娘拿绿牌。为了激励这些姑娘尽快出业绩，会所竟然给他们划分了4个等级，由低到高，分别是佳丽、纱妆、模特以及超模。不同等级的薪资和提成自然不同，对于那些表现突出的，甚至还允许他们拥有股份。久而久之，道上都开始流传皇家1号坐拥佳丽3000，个个都身怀绝技，在一众姑娘之中，甚至还被客人评选出了4大头牌。随着时间的发展，皇家1号的空姐算是成为了公开的秘密，很多人慕名前来，只为陷入芳泽，与美人共度良宵。眼看生意越来越火爆，会所甚至花高价从国外请来了妈妈桑。妈妈桑专门负责姑娘的生活技巧，而对于那些年轻经验不足的，直接进行单人培训。经过一段时间培训后，这些姑娘们竟然个个身怀绝技，将工作完成得十分出色，吸引了一大波回头客。即使价格昂贵，也足以让人流连忘返。而那些常拿绿牌的姑娘，靠着这样的生意，年收入竟然达到了上百万元。刚开始，这些经理还比较小心，生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但随着利益的增加，他们的行动越来越频繁，甚至有些明目张胆。2013年11月2日凌晨1点左右，至少有15辆警用大巴停在皇家1号附近的马路上。皇家1号建筑外围已被拉满醒目的警戒线，身穿反光背心的民警们排成人墙伫立在门口，还有一大批警力向着门内突击。此次行动是河南省公安厅经缜密侦查后启动异地用警，调用新乡县1000多名警官，由省厅直接指挥，显然是为了防止走漏风声。据河南警界人士透露，当时河南省公安厅3个警监坐镇指挥。此次异地用警，无论是规模还是指挥者级别，在省内都是史无前例的。警方依法对皇家1号里的每一间包厢进行了查处，在现场搜出了大量情趣用品。除了保洁与保安，一大批领班与女公关被众多工作人员押上大巴车。根据现场的一名保安描述，警方最少拉走了10车的人，出来的女的大部分穿着露腿的制服，估计冻得够呛。还有一名拿着车钥匙的男子向我询问附近有几个停车场，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朋友在这里玩也被抓了，他们的朋友来帮他把车开回去。这么多年，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查处力度。当晚，皇家1号的实际出资人王国富、王国友、陈家贵等人也被警方带走。警方从皇家1号内部电脑里获取的数据显示，会所1年营业额超过2亿元，但通过做账、偷税漏税等隐晦手法，其每月应税收入仅为30万元，只缴纳了1.5万元的税款。可是皇家1号声势之浩大，消费者铺张，但凡有些人多加思忖，便不会轻信这些财务记录。其实这场看似突如其来的抓捕，警方已经付出了5个月的心血，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，暗访取证，缜密侦查，收集了不少有力证据。也就是说，皇家1号成立后不到1年，就吸引了当局的注意。正所谓金玉满堂，莫之能守；富贵而骄，自遗其咎。功遂身退，天之道。奢侈到了一定地步，就会有败亡的时候。时间来到2014年10月30日，各大媒体，尤其是法制媒体，将镜头聚焦到新乡辉县人民法院。当天上午，轰动全国的皇家1号涉黄案开庭审理，算是为这个娱乐航母画上了句号。经过1年的调查，11名被告人被法警带到了被告席。考虑到保护个人隐私，所以法庭并未公开审理。这11名被告陈某某和王某某被判处无期徒刑。另外9个人被判处15年到10年之间的有期徒刑。时隔1年，再看郑东新区的内环路皇家1号，大门紧闭上了锁，通过1楼的玻璃可以看到大厅里已经满是尘土，而那极致豪华的装修似乎在诉说着往日的辉煌。皇家1号的覆灭告诉我们，一切背离公正的谋略都只是昙花一现的幻想。在如今这个社会之中，如果还想靠走捷径的方式去挑战底线，那是万万行不通的，最终也只能付出严重的代价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知道哪些类似的会所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，最后再求一波点赞和订阅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千万别忘了按下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精彩影片。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